isn't the biggest city in China, but I hope to create the best city. 大连的网络名人其实不少 ，B 站的侯穗穗、小潮院长、油管的老高，当然还有逃离上海的西安。没错，老爸爸。与此同时，这座城市也同时存在着俄罗斯风情街和日本风情街，所以我也很好奇，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。书接上文，从旅顺汽车站出发，乘坐2002股公交车，欣赏大约2小时的沿路景色，在会馆中心站下车，即可到达大连星海广场，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。星海广场的前身是星海湾的废弃盐场。1993年7月16日，为纪念香港回归，大连市政府利用建筑垃圾进行填海造地工程，规划建设星海广场。广场中心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汉白玉华表，高19.97米，直径1.997米。华表底座有8条龙，柱身雕着一条龙。九龙寓意着中国九州，顶端坐着金光闪闪的神兽望天吼。因为前市长的原因，这座华表在2016年8月5号凌晨偷偷摸摸的被拆掉了。现在去只能看到一汪平静的水边。中国最有名的华表莫过于天安门城楼前的那2个了，甚至已经成为中国的象征之一。华表起源于鲍姆，鲍姆即匪鲍姆，也叫华表木。相传尧舜时于交通要道竖一木牌，让人民在上面写戒言。这个时候的华表还是木质的，因为让人写字嘛，表面不能太光滑。然而，随着专制皇权的扩张，夏朝中期，鲍木的设置地点从交通要道移到了皇宫旁边，百姓诽谤的范围和自由也受到了限制。周厉王派人监视谤者，告则杀之，搞得国人莫不敢言，道骨以目，对着太阳指桑骂槐。秦始皇统一天下后，听信丞相李斯之谋，成功实践了商君书的内容，完全断绝了纳谏之路，终至民乱四起，20而亡。汉朝虽然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，为了巩固统治，重新树立起了鲍木，却给鲍木改了名字，改成衡木。由于古代的衡与华音相近，所以慢慢读成了华表，材质也逐渐变成了木头。等到南北朝需要在鲍木旁单独设立检举箱的时候，华表也就和鲍木分离，彻底沦为了建筑物旁的装饰品。就这样，本来是给百姓说话权利，只做当政者施政之物的鲍木，最终则演变成象征皇权威仪炳然的天安门华表，成了统治者权力的象征。而诽谤一词也由议论朝政是非、指责官员失误的褒义词，善变成无中生有、说人坏话、毁人名誉的贬义词。所以，星海广场这座华表的树立和拆除都离不开背后的权力干预。引用那位前市长的话，城市建设从根本上讲是一个经济问题，而非所谓的形象工程或面子工程。那我们就从经济角度实际探访一下星海广场周边。整体来讲，星海广场周边能看出当年规划时的野心，但基本上也就停留在它完工的时候了。会展路以南基本处于2000年初的状态，中间的大连星海会展中心从外表上看基本荒废。西边的大连博物馆我们下边再谈。我下榻的酒店位于东边的建筑群，内部的装潢更加印证了我的判断。酒店房间里装修很考究，空调是30的，电视是索尼的，开关是西门子的。但我只花了一张红色毛爷爷，就住在了距离星海广场不到200米的地方。结合公交站牌上的现房应有尽有，高情商的说，当地房地产发展大概挺健康的。不过前市长留下的痕迹还是很明显。在我寻找百年城郊里最亮的脚印的时候，有一帮人在台阶上举着红旗唱红歌，一声令下就穿衣服解散，加上周围密布的警卫和摄像头，我不好说。星海广场北边的大连博物馆非常有参观意义，门口方正的围廊列柱让人想起了国家博物馆，走进去却是非常现代的球形玻璃主体，即便现在看来也不过俗套。馆内提供了自助语音导航，但由于疫情原因，只开放了1楼和2楼。3楼的红岩河核电站科普长廊也就撤展。大连博物馆很好的展示了旅大地区的近现代史，按照时间顺序移步换景，展出了不少清代奏折的原件，其中不乏光绪帝的御笔批示，还有俄日殖民时期的场景复现与史料展出。至少我在旅顺博物馆的近代史缺憾，在大连博物馆找不回来了。根据大连博物馆展出的历史地图原件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，大连的城市规划呈现非常典型的花园城市风格，很类似于巴黎。沙俄殖民者对达里尼式的建设，早期还存在棋盘式和放射状2种方案。等到日本殖民者接手城市规划，大连市已经随处可见西洋古典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，以及大量的合适建筑。以港口为辐射区，围绕中山公园的放射状道路形成了大连老城区的主体结构。从星海广场乘坐地铁1号线，在西安站转乘地铁2号线即可到达中山广场。中山广场周围的建筑物大体保留了原有用途，并进行了大规模修缮。银行的归银行，邮政的归邮政。从中山路开始，按照现地址顺序排序。原大连银行大连支店现在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山广场支行。原大连警察署现在是辽沈银行大连分行。原英国驻大连领事馆原址拆除改建大连军营大厦。
原大和旅馆现在是大连宾馆，原大连市一所后来成为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楼，现在是中国工商银行大连市分行。原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后来成为大连市委办公楼，现在是交通银行大连市分行。原横滨正金银行大连支店现在是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。原关东地信局现在是大连市邮政局。大连中山广场近代建筑群基本做到了修旧如旧，算是物尽其用。从中山广场出发，沿古训路走大约500米，大连大学古训路校区对面能够看到2栋灰色的欧式建筑，这就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旧址，现在是沈阳车务段用作办公。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，可以说是日本的东印度公司。上个视频我们提到，日俄战争俄国战败，把俄国在东北的权益移交日本，其中中东铁路长春到旅顺段也包括在内。日本政府获得这段长约940公里的铁路后，便决定大力开发满洲的资源，满足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侵略战争的需要。然而日本政府投注在日俄战争的经费及外债高达30亿日元，如此庞大的支出让日本政府无力拿出更多预算，也因此成立满铁，引入民间资本进行铁道与沿线周边资源的开发和经营，并将原本的中东铁路南段更名为南满铁路。由于满铁是替日本政府推行大陆侵略政策的国策会社，因此经营满洲铁路只是满铁其中一项业务。其下属的东亚经济调查局是搜集中国经济、政治、军事等方面情况的情报机构。918之后，满铁在其附属地内的行政职能以及各种政治活动都逐渐被削弱，被置于关东军司令部的监管之下。前任日本首相菅义伟的父亲菅和三郎就曾在满铁工作过。据说菅义伟的名字就是其父亲在满铁的上司帮忙起名的。不过我来到这儿可不只是为了满铁，还有在这里办公的大连机务段。敢于攻关、敢于创新、敢于领先的优秀事迹。2017年7月，知名生产力软件与 bug 制造商 Adobe 公司宣布，恶贯满盈、遗臭万年的 Flash 将于2020年12月31号彻底去世。众所周知，国内的企事业单位电脑大多还停留在 XP 时代，不难想象这条 Adobe 公司的温馨提醒并没有引起体制内的注意。2021年1月12日上午8时，大连车务段几乎所有的运输生产电脑均出现了故障。误区现在车系统无法显示界面，列车运行图无法查看，列车编组顺序表无法制定，调车计划无法安排。可以说整个停摆。大连车务段危机室召开了紧急会议，还成立了小组，在软硬件方面做出应急措施。相关人员多次召开会议，最终用20多个小时的奋战换来了重大技术难题的解决。您猜大连车务段的解决方案是什么？版本回滚啊！说白话就是重装系统加降级软件。当年 Adobe 公司就温馨提醒，2020年12月31日后 ，Flash 将无法获得任何更新，也将删除所有的 Flash 下载页面，基于 Flash 内容也将被阻止运行，也就是导致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。此外 ，Adobe 还建议说，不要再用 Flash 了，因为它太落后了。早在2010年，苹果 CEO 乔布斯就发文批评过 Flash。And Flash looks like a technology that had its day, but is waning. And HTML5 looks like the technology that's really on the ascendancy right now. 令人费解的是，铁路作为曾经先进生产力的代表，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，却在新时代逆历史潮流而动，用更落后的版本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。或许大连车务段的闹剧不是故意，但并非所有人都在公众号上发通稿露出自己的屁股。铁路调度或许恢复正常，但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。这仍然是一个现代与落后共存的国家。视频的最后，我们要回答一下视频开头的问题：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？大连的这些 KOL 只能代表曾经的先进性，无论是国内平台还是国外平台，在取得成功后，大多都选择前往更贴近甲方的大城市，比如上海。算上下属的旅顺口区，我在大连的地界上一共待了2天1夜。我看到了大概历史中海权与陆权的交替与并存，也看到了本世纪初曾经的辉煌。但这一切似乎都在某一时刻戛然而止。联想此地发生了医保争议，大连就像当年仿照东京上野站建设的大连站站房一样，有着俄国的规划，按上日本的剧本，却在辉煌后失落。怎么说呢？历史的玩笑。前段时间，大连日本风情街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。作为当年民粹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现在早已改头换面，重新开门营业。不过，某些人似乎忘了，大连市中心还有一条俄罗斯风情街，其中最重要的建筑物达给尼市市政厅旧址。和小京都不同，这可是货真价实的俄国殖民统治时期代表性建筑物。而且从我的实际走访来看，俄罗斯风情街的生意并不好，建筑物接近荒废，售卖的商品重复率极高。无论从经济和商业角度来看，都不值得双标。顺带一提，这也是前市长的杰作。2000年初翻新了市政厅，并一手打造了商业街。
视频最后再次引用那位前世人话总结一下吧：城市建设从根本上讲是一个经济问题，而非所谓的形象工程或面子工程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，不要忘记3连加关注。如果不喜欢，也请私信我提意见。您可以在 B 站、微博、微信、YouTube 搜索关注一人谈，也欢迎大家预约下一期关于沈阳的文稿。最后的最后，这是一人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